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没有错，今天又是色孽啦。那领主呢，还是一样用新的领主德卡拉，它真的好用我觉得，所以就继续用它吧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是刚开始是躲在森林里面，没有错，但是没有躲好，这边放了一阵风过来。这种法术我很不擅长放，这种法术我觉得放的难度很高。好，等等来，我们现在讲解我方配兵哦。那前面呢就是老样子啊，我很习惯的电挡物色孽现身掠夺者，主要就是担任肉盾的职位啊。那这边放了一队的色孽信徒弩手。那也是这一次的新单位，蛮好用的啊。毕竟色孽的远程能力已经很薄弱了，加减了好，那这个就是色孽魔种，看到魔种2个字就知道它是输出啦，主要输出哦。其他的恶魔也都有魔种啊，每个魔种其实数值上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一样，被动能力也都有不太一样，但主要就是第一个是反步兵，然后伤害主力，然后还有一个永不溃散。我记得这3个是共同的，一定有的。然后剩下的面板数值呢，或多或少有点不一样，然后其他被动也都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边呢，后面还有带了一个这一次的传奇英雄，哇，他的名字真的好难念，就叫他斯泰卡尔。就这样吧，然后我是骑乘色孽的坐骑，因为这个要叫它是马，我真的不认为啊，绝对不是马。那速度呢高达了100，这个移动速度非常的可观啊，那就是要利用这100的移动速度多做点事情啊。然后本身是重甲，有着盾牌，而且它盾牌是有着75%的格挡性哦，很强，很恐怖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下去，最后2个单体巨兽。那这一只呢，就是老样子，也是这一次 DLC 新的生物，主要就是用来反大。然后我这次出了它的精英版本，它是飞行巨兽。这种飞行巨兽刚开场都是很危险，非常容易被激活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色孽的另外一个巨兽，哇，它也是有盾牌哦，不过还是老样子，它的护甲很低啊，只有15啊，使用时候要多加留意。不过它的移动速度80，我觉得很满意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没有错，是鼠人。坦白讲，我不太喜欢打老鼠。因为它的单位量很多，很恐怖，而且莫名其妙就会很容易被围剿。那我们还是要一一的来讲解对方是有哪些部队啊。看样子它算是排成3排的意思。首先呢，我们这样子一一看过去介绍。鹰钩奔行鼠淬毒，这也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单位，因为它可以有潜行，然后移动射击，又可以先锋部署，这个我很不喜欢。基本上只要看到移动射击这个几个字，我就是我很讨厌敌人使用的单位了。好，风暴害鼠长戟版本，这个呢就是老鼠数1数2的反大的手段。这个反大能力很强，小心。反正老样子，只要看到长戟的都不是好惹的，大型生物请远离，谢谢。斯卡文奴隶不用讲，就是负责被打的而已。他这边斯卡文奴隶出了很多，出了4队吧，1、2、3、4队的奴隶鼠。那这边呢，瘟疫僧侣双刀，那就是表示他是那种主力输出反步兵的，双刀就是砍步兵为主的单位。这个呢就是剑盾版本，那就是很强很硬的盾牌肉盾单位，毕竟它的可是拥有着90的高防御，
在蜀人来讲，90真的算很高，我真的觉得。哦，他说两队的非常尊贵不凡的风暴骇鼠。好，次元钻孔机，这也是输出单位之一，它的能力，它攻击能力很强，不要小看。你这个被它贴到，你会哭出来。好，再来就是次元，它总共我记得对，没错，它出了2队。那往这边看呢，死亡奔行鼠也是逆中单位，它可以潜行，然后还有闪避，加上它可以有释放隐匿弹，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单位。我曾经有看过那个蜀人有兵表，就基本上都带这种逆中单位，非常的打起来非常的恶心，我觉得要这样讲吧，应该说恶心。好，这个巨兽氏族啮属，蜀人的少数单体巨兽，我记得好像是为2吧。另外一个是地狱蘑菇啮物，那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有。那这一只诞生于2代的很晚期的 DLC， 不过它另外一只单体巨兽也不常使用就对了，真的蜀人单体巨兽不常出现啊。这一队算是我很讨厌的单位了，变异火枪精英版本，它的射程高达275，算是很恐怖的弓箭手单位，而且它是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外加破甲，这个很可怕，这个真的不好处理，你要有特别去拉骑兵去针对这个我非常不喜欢。那这边呢就是闪电炮，次元闪电炮精英版本，这个被打到会哭出来。一刚开始对方就看到我方那边是2只单体巨兽，那势必就是要想办法先推进，然后才可以做轰炸。不过呢，我那个好像在他射程范围之外，所以他在不断的往前。一刚开始其实他看得到，他看的东西其实不多，这边基本上他应该这边都是看不到，但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有放一道法术，所以他应该知道我是藏在这个位置，但是我现在是全部都躲起来了，他完全拿我没辙。这个就是利用地形环境的优势。好，对方等不及了，次元闪电炮决定还是要点我这一只单体巨兽，势必要点啊！你总不可能等到对方过来拍你吧？好，这2发出去看一下，好像都没中，很好，那2发都非常的漂亮，2发都没中，那对方就危险啦。哦，这边森林里面准备要交战了，不好意思，森林里面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，要不然我真的会看不到单位在哪边。好，这边呢，肉盾开始要接战了，他又放了一个法术，目标该不会是魔种吧？没中，没有打到魔种。那这边呢，前面就是肉盾们的互殴咯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他有把次元钻孔机往前哦，然后他又放了他的那个技能，所以我这边会非常的危险哦。我这边这样子打起来会非常的危险。那我这边单体巨兽呢，就从旁边做一个切入动作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算是被袭了风暴骇鼠。然后这边也是各种法术，就是能放的就赶快放下去了，要一口气把对方旁边这边比较硬的东西先收掉。好，我这边放慢一下速度，看一下这边。刚刚我是拿这一只录音兽去毁掉对方的闪电炮，然后下来顺便抓对方的风暴骇鼠。因为我知道，虽然我是反大，我没有反步兵，
但是对方其实也不是反大单位，所以有没有关系？我可以加减拖住对方，因为我知道风暴害鼠其实如果让他投入战场，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好受。那我们这边继续回到主战场这边，这边有些单位拉出来哦。那对方非常多的单位在围剿我的领主啊，他是用长戟来围剿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因为长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的单位啊。啊，刚好看到这挥一刀下去，好多老鼠飞出去。我们继续用正常的速度了，就是他就围剿我的英雄以及领主。这时候其实英雄比较危险，因为英雄它本身是这个时候算是大型单位，会被反大加成。那领主是没差，因为我记得这个领主他应该不算是大型英雄。好，这时候就很危险了，这时候被这样打成这样子，因为其实这个扣的血量扣蛮多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哦，好像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一道闪电要下来了。哦，这个闪电一队直接崩溃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肉盾在护哦，所以没差。然后我的弩手呢，躲在森林里面，能偷射谁算偷射谁。啊，这个就很危险啦。我这只单体巨兽已经被围剿掉太多血了，毕竟鼠人的单位真的太多了，要处理不好处理，然后又很容易被对方的一大堆东西给绊住啊！好，变异火枪队这种单位真的不能让他在后排舒舒服服的做事，而且呢，鼠人普遍士气低，所以有单体巨兽拉恐惧出来的话，打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我们看一下那边也差不多没了哦，这边看到了2只巨兽的大战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。这时候对方的血量比较健康，我方算是占劣势哦。哇，这是个口臭攻击吧？又继续喷毒液。不过呢，看对方扣血量扣很快哦，而且士气快没了。这个就是鼠人他们非常麻烦的地方，他士气扣得很快，但是他们回线能力也很强，非常强。所以打鼠人的时候，如果有多余的部队或者是多余的手速的话，尽量去追对方的败逃部队。尽可能的去追，不要让他过得那么开心。啊，这个鹰钩奔行鼠不能放过他，不要看他感觉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，这个打起来真的是很可怕。我势必要用领主去铲除对方，这个一定要加减打。其实这时候我好像，我看一下。对，这时候我误会了，我把这只当成这时候我把它当成那个另外一只的另外一个单位了。我刚刚在想，奇怪，我这时候怎么会去抓一个弹药没有的单位？代表那个时候其实战场太乱，我已经开始抓错单位了。然后风暴害鼠在抓我的弓箭手，这时候应该就是要想办法去拉开。如果我这时候有注意到的话，手速如果够的话，来不及了。这个时候就弓箭手就头大了，他算是被夹击，而且前面有一个是伤害主力，这个基本上就无法脱身的。那这一队弓箭手差不多就废了。可是我看他对方士气好像没办法哦，对方的士气一直在动摇。我打着被吓跑了，是周围有巨兽关系吧？有巨兽的话
鼠人就很容易被吓跑，就是出这种单体巨兽。单体巨兽打鼠人很容易引发出恐惧，然后恐惧过后他就会跑，但是跑了又回来，跑了又回来，这个就是我很不喜欢打鼠人的原因。他们回线的能力太强了。操纵鼠人的话，你本身的手速要非常快，因为他们回线的话，你不动作，他们就是在外面看戏而已。你要手动再重新再拉回来。好，对方我们终于离开森林了，终于要出来打。好，你看这个风暴害鼠长笛的又开始在追我方的弓箭手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还有弹药一定要想办法省下来。啊，瘟疫僧侣刚刚跑了又回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不过呢，他这个士气又快不行了。不过他们现在开始很多单位在追杀我的弓箭手，弓箭手到后面就是这样，只要还有弹药，他们能做的事情就很多。哇，这一个扑，这两个扑下去，完了完了。被盯住了，跑不动，那这边就感觉快没救了，这队弓箭手就差不多要废了。啊，我们的英雄来救场了，看看到底能不能真的救下来吧。英雄刚刚这样撞了一下，瘟疫僧侣就士气就没了。那刚刚领主过来风暴害鼠其实也差不多，长戟的好像也跑了。好，那闪电炮不知道是来干嘛的。好，整场打下来，场面会非常混乱。鼠人部署了超过800个单位，然后我方这边布置了不到300个单位，数量差距很大，所以就可以知道场面有多么的混乱。主要就是常常会依赖这两个单体巨兽去引发恐惧，让鼠人去跑走。不过呢，我没有多余的余力去把对方追走啦，要不然正常来讲的话，单体巨兽去引发恐惧，然后配合1-2只骑兵把对方给驱赶走的话，其实会打得更顺利。但是这一场英雄还是要做其他事情，所以就没辙啦。下次可以针对鼠人再重新设计一套兵表，因为这次其实我也主要是想说展示新的单位的能力，不过没有像上一片那么的可怕。上一片那个寻欢者2队直接把恐惧骑士精英版本直接蒸发，那个真的很可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影片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